Hello， 各位朋友，今天呢，我要給我的用愛發電欄目新增一個系列，叫當 AI 遇上叉叉叉。那今天呢，要填的就叫日程管理，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如何用 AI 去做我的計劃跟行程安排。比如說，我現在就可以把我一周要做的事情全部跟 AI 說一遍，然後它就會根據不同的類目，用不同的顏色在我的蘋果日曆上面給它編排出來。然後你也可以讓它增加一些 to do list， 提醒你去做一些事情。那另外呢，我也讓它生成了一個交互式的 HTML 內容項目看板。這樣我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我的選題排期，那我可以把選題拖到指定的日期上，它會根據發布日期去進行一個倒排期。然後下面我也讓它做了一些選題卡，而且我還把我的 Obsidian 腳本庫給連起來了，這樣我就可以在這個網頁上點擊，它就會自動跳轉到我的 Obsidian 裡面。好，那先來說一下工具，我用的是最近夯爆了的這個 Codex， 因為首先在做第一個案例，就是那個日曆的時候，它有一個很實用的功能，就叫 Computer Use， 可以操控你電腦上的很多東西，在你允許的前提下。那這個之前我用 Codex CLI 的時候，它也可以做，但我覺得整體那個界面就沒有那麼用戶友好。那現在這個 Codex App 的話，我覺得每一個普通人都可以去試一下，我覺得非常的好用。那其次我在做那個項目看板的時候呢，它也是你跟它語音下指令，它在右邊呢就可以給你預覽整個網頁的樣式，所以就很方便，推薦大家都去試試看。好，那接下來我們就實操看看怎麼讓 Codex 去幫我做日程管理。好，那現在呢是周五的晚上，然後我想說把下一周的這個計劃告訴 Codex， 然後讓它幫我在我的 Calendar 裡面去每一天都給他規劃好這個大概要做什麼事情，現在就可以跟他說。好，你看這個是我剛才給他口噴的一段，好，讓他幫我看一下。然後這個呢就是我自己讓他做的一個 HTML 的一個選題日曆，等會兒第二個案例可以給大家看到，我會讓他按照這個日曆上，比如說我下周要做的事情給他排進去。你看他會在此期間不停的詢問我需求那個權限，你就同意他就可以了，如果不是過分的請求的話。好，你看他已經給我安排出來了，哇，很清楚哎。好呀，你幫我放進日曆裡面先去看看吧。好，你看它已經在處理了，然後這邊它是在用那個 Computer Use 的那個 skill， 如果說你沒有安裝的話，得先去這個插件這邊，看到嗎？ Computer Use， 你給大家點擊安裝，然後你就可以了。哦，看到嗎？哇，很神奇耶！然後給大家看一下，它因為是 iCloud 同步的嘛，所以你看我這個 iPad 上面它也在自動的加。哦，哇哦，很神奇。你看，好，我刚才發現他給我排的這些期跟我實際選題的那個日曆不太一樣，然後我就讓他重新幫我改了一下。好，你看這個就是他給我重新規劃好的一個下周的安排，然後還按不同的顏色，比如說這個棕色的就是拍攝，然後藍色的就是跟內容創作，比如說剪輯啊相關的，然後這個灰色的就是我的一些固定行程，然後中午吃飯，然後晚上休息，這樣我覺得還挺好的。蘋果日曆去做這個日程規劃比較好的就是你改起來很方便，比如說這個可能挪到這邊了，你就給它移過來。或者移回去，而且它除了可以做規劃之外呢，也能記錄你一天到底做了什麼事情。那你可以讓 AI 去統計，嘿 Codex， 你能幫我看一下我這一周在每一個類目上花的時間大概是多少嗎？好，看一下，哇，它已經幫我這個統計出來了。那這個的話，我覺得就可以給大家作為一個參考。然後你也可以讓它就是在每一天裡面去增加提醒事項。那我比如說我讓它根據日程的規劃安排列出這個 to do list， 然後放在那一天就是最頂上。哇，我看現在它這個幫我加好了，其實還是經過了幾輪的這個糾纏瓜葛，反正總之現在就是頂上它會有這個 to do list， 就是根據這一天的行程安排，然後把我加上去的。這邊再提一嘴，就是這個一些標籤的顏色啊，就是大家是可以改的，但是你要進入到那個 iCloud 的網站，然后去修改一下，這裡就不多赘述，大家可以再去查一下。好，那接下來看一下案例2，怎麼樣做出一個交互式的這樣的項目看板。那如果你不是拍影片的人的話呢，你也可以用這個方式去規劃你的工作啊，或者說學習的一些項目進展。好，那首先先帶大家參觀一下我的這個內容項目看板吧。它分為第一個就是排期日曆，比如說我這邊是我最近的一些在做的選題，那這個可能比如說我給大家發布，拖到這裡的話，你看它就會根據我最終指定的发布日期去進行一個倒排期。那這個呢，你也是可以單獨給它修改的，然後包括這個標籤，比如說 brief 啊，也是可以修改，當然你也可以給它刪掉，或者說新增一個行程。然後這個就很適合我這樣去看，然後它是可以這樣滾動的，所以就能一直這樣寫下去。然後這個呢，你也可以修改它的名字，比如說這個是 My Name， 那也可以就是打開這個我的 Obsidian，
你看這個是我自己給它做了一個連接，這樣就可以點擊就跳轉到相關的腳本，比如說像這個吧，我已經寫好了，我點擊一下呢，選擇打開，哎，你看這裡就是我之前寫的那個一個腳本，到现在都還沒有拍。然後這裡呢也是可以增加選題，比如說 ABC， 然後你可以選擇這個添加，然後呢把它加到這個地方。再往後也可以，大概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排期日曆。好，那下面呢就是選題卡，那這一部分呢就是給大家看一下，就首先我可能拍攝之前會有一些前置準備我瞎寫可能大部分都是一些資料研究，但是這裡我跟大家充電研究麥克風，對，然後就可以加在這邊。然後我給它打勾的話呢，你看它這個是會推進這個進度條的，所以我就知道每一個項目它大概的進展是怎麼樣。然後你可以看到這邊呢有一個助手粗簡，嘿嘿，我給它打開。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DJI Mic 這邊就多了2個小按鍵，這個是什麼呢？就是我最近找了一個小助手可以幫我粗剪嘛，那我可能要預留就是給他素材以及讓他返還粗剪的這樣一段時間。那比如說像用 AI 做 BGM 這個，我可能就8號給到他素材，然後希望他7天內能夠給到我一個粗剪，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計劃。那如果說關掉的話，可能就是這一条就是我自己剪，那時間就由我自己去安排了，大概是这樣子的一個設計。然後左邊呢我還做了一個索引卡，我就可以快速的根據相關的這個選題去定位到它的這個位置，然後我可以給它導出備份，因為這整一個 HTML 呢，你可以看到我是給它存在就是本地的，我是這樣理解的，就是它是一個本地的東西，它不在網上，所以你可以把它導出備份，你可以看到它是一個 JSON 的文件。然後如果說你可能下次比如說找不到這個網站了，你就可以給它導入恢復，或者說你有些數據它不同步的話，你也可以給它選擇導入恢復。那這個呢，你可以把它就是比如說保存在你的網頁書籤，那比如說你看像我自己就給它點在這裡，那內容看板很快就可以跳出來。好，那這個呢大概就是我的一個設計，然後所有的這一切呢都是我用自然語言跟 AI 這樣不斷去交流優化給它做出來的。我們可以來看一下我最初做的那一個流程。好，你可以看到我就是這樣跟他嘰里咕嚕講，就是把我所有想要他幫我實現的這個功能給他去做出來。那因為其實我希望的就是有這樣一個倒排期的功能，不然每次我自己手寫我可能會覺得有一點混亂，或者說可能會漏掉一些步驟。那我就跟他說了，我可能每一次做一個影片會需要涉及到看 brief 腳本，然後拍 A roll B roll， 然後2次剪輯跟包裝以及最後的發布。那讓他根據這個最後發布的日期，然後再告訴他我每一個環節需要的時間，讓他去進行一個倒排期。好，那基本上就是從這個需求出發，然後我會跟他一起進行不斷的優化，比如說先誇一下他，然後再告訴他有什麼東西可以優化的。你有任何問題，你就可以非常大白話的問他，比如說我就問他為什麼我增加了這個，但他沒有反應啊，然後他就會幫我去改，然後這後面還有一些這個不斷的改進，然後最後就有這樣一個我覺得比較符合我個人需求的那個看板。然後你也可以把它 push 到這個網上，用那種 Netlify 啊或者是什麼的，讓它這個同步的話，我覺得就會更加的實時一點。但是我現在覺得這個在本地跑也可以，所以我就給他選擇了就是增加了導出跟導入的這樣一個選項。好，那最後呢，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個感受。就我本來是個 Notion 的重度用戶，但是我發現它有一个很大的問題，就是你只能在它的那個框架裡面去用它的插件啊，或者說用它的一些功能去完成你的一些計劃，就等於在一個有限的環境裡面去玩一個有限的遊戲。但是如果用 AI 去做這樣子的一個交互式的面板的話，它是完全可以根據你的需求、你的身份以及你的使用場景去做的，所以這個靈活度就更加的高了，是一個完全無限沒有邊界的這樣子的一個玩法，所以非常大家推薦去試試看。好，那希望這條分享呢有解決阿咩同學以及和他一樣有這樣需求的廣大群眾朋友們。那這一期當 AI 遇上叉叉系列只是一個開頭，那之後我會跟大家分享更多我是如何用 AI 解決一些日常中遇到的一些問題，或者說讓它幫我提效的一些小方法。我是 Amy，我們就下期見了，拜拜。